呢度係個古老同現代互相融合嘅地方，千年嘅遺痕孕育出豐饒嘅桑基魚塘。100年前祭司業嘅繁盛令佢首屈一指。今日呢度出產嘅家電用品改變咗全球幾十億人嘅生活，但係呢度最享負盛名嘅，永遠都係美食。喺順德，以食物一代傳一代，凸顯自己同世界各地嘅不同。初夏喺珠江三角洲，密麻麻嘅河流滋潤住中國南部沿海最廣闊嘅平原。河道下面隱藏咗一個古老嘅秘密。大家用力拉，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大力啲！黃連村嘅村民由水底抬出龍船，龍船長30米，重2噸，承載咗大家對消災祈福嘅願望同風調雨順嘅期盼。端午節，龍船從各個村落駛出，喺大細嘅河流中穿梭。喺另一邊，一場重頭戲亦即將拉開序幕。10幾人嘅烹飪隊喺河邊擺咗5、6個直徑1米嘅鐵鍋出嚟，佢哋要為全村2000幾人準備食物。30幾種傳統食材，10道咁多年都冇變嘅菜式，從朝早5點開始，一直忙到日落。呢場1年1度嘅盛宴，當地叫做龍船飯，全村人都會趕喺農曆5月初嚟呢度相聚。呢個係農耕社會集體生活所留低嘅痕跡。無論世事點樣變遷，不變嘅家鄉味總係能夠用食物去記住同傳遞，連接住永恆嘅鄉土資源。陽光直射珠江三角洲，最高氣溫接近攝氏40度，夏天到。呢個係1年當中最漫長、最炎熱嘅季節。83歲嘅何耀基準時出去河涌邊。僧網係傳統嘅捕魚工具。何伯伯唔在意收穫，只係想揾啲樂趣。呢一刻，河岸上面有一種好靚嘅果實開始成熟，果皮打開好似鳳眼咁，係時候摘落嚟。鳳眼果學名平婆，順德農民周圍種。摘落嚟之後，稍為晾曬佢，就要盡快剝出果實。鳳眼果形狀似栗子，但係口感更加細膩。佢嘅採摘時期只有40日。而成為順德人嘅餸菜已經有成1000年。雞翅件
加鹽、糖、米酒，醃15分鐘。首先將鳳眼果煲熟，雞件炒到有香味，再一齊燜20分鐘。鳳眼果甜糯甘香，雞肉鮮嫩爽滑。鳳眼果燜雞係個個都中意嘅應節食物。拼破！盛夏季節，順德人嘅美食生活當中，除咗一日3餐，又多咗新嘅期待。傍晚時分，市民開始聚集喺大街小巷。7點鐘，黃玉仙母女準時出現喺富華街。3個鐘之後，呢度就會成為成條街嘅焦點。人哋個個都話你冇招牌，我話佢哋就係識我呢個人，我就係我嘅招牌。黃玉仙退休之後，開始經營大排檔，而家已經係第16年。同其他檔攤唔同，呢度淨係靠佢一個人打理。讀大學嘅女要過時過節先可以嚟幫手。首先預備好成晚所需要嘅菜，再煲50斤白粥，最受歡迎嘅主角仲未出場。就快9點，富華街成為容桂街一帶最熱鬧嘅巷仔，食客由唔同地方嚟到呢度，成個大排檔開始熱鬧起嚟。但係黃玉仙就離開咗檔攤。佢喺60歲嗰陣學識揸車，只係為咗每日準時到達一個地方。40分鐘之後，到咗隔離城市中山嘅一間郊外屠宰場，嗰度收藏咗佢嘅秘密武器。幫我攞啲豬脷出嚟啊！豬脷啊？係啊。豬肉以外嘅部位統稱豬雜。動物內臟嘅營養元素遠高於肉類，而且價格又低，係民間烹飪當中非常受歡迎嘅食材。帶住最新鮮嘅豬雜，黃玉仙翻返去富華街，佢嘅檔攤成為最有人氣嘅地方。新鮮豬雜要喺最短時間內加工，加入鹽、糖、生粉，反覆撈勻，就可以令生滾白粥脫胎換骨。落料嘅次序同火候非常講究，豬膶最後先落，3分鐘就會浮起。呢個時候啲豬膶最嫩最多汁，香脆爽口。喺順德，唔單止大餐廳對火候嘅要求好高，連細嘅粥店檔攤都非常講究。食物由生轉熟嘅一刻，鮮嫩油滑，口感最好。整豬雜仲有另一個方法，用番石榴葉同生粉去搓新鮮豬肚10分鐘。再用清水去洗走啲腥味，加入豬骨、清香嘅白果、辣辣地嘅白胡椒，用文火慢燉2個鐘，豬肚同豬骨就會釋放出蛋白質同膠原。啲湯又香又濃。
豬肚爽口彈牙。到咗午夜，黃玉仙嘅檔口好高人氣，好多食客專登趕過嚟。除咗豬雜粥，仲為咗試佢另一道招牌菜。現場烹調嘅新鮮豬紅，唔需要複雜嘅方程式，只需要用猛火炒，就會帶出香辣味。再用滾水渌一渌，就會鮮甜嫩滑。凌晨4點，食客陸續離開。黃玉仙已經連續做咗9個鐘頭嘢，最後一碗豬雜粥係佢嘅晚餐，亦係佢展開新一日嘅早茶。喺順德，美味嘅流轉時刻不停。最後一間宵夜店啱啱閂門，街市已經熱鬧起嚟。夏天係瓜同菜嘅旺季。凌晨5點，54歲嘅奇叔嚟到街市，佢要將1個鐘前啱啱摘落嚟嘅收穫交俾菜販。靠呢項收成，奇叔一家每日可以增加100幾蚊收入。送完菜，到咗飲早茶嘅時間。同其他地方唔同，順德嘅茶館朝早會供應酒。紅米酒配生滾粥係順德鄉間獨特嘅早餐。順德人習慣喺茶樓儲起一樽樽米酒，標上自己獨有嘅記號。奇叔嘅太太冇時間享受早茶，因為佢喺菜田度準備收割。呢種植物嘅果實，當地人叫做節瓜，而佢就係奇叔每日送去街市嘅收成。節瓜會種喺塘埂度，呢個係古老嘅桑基魚塘喺今日嘅延續。近1000年嚟，珠三角地區嘅人巧妙咁利用有限嘅土地，佢哋挖池塘養魚，喺塘基種桑樹，用桑葉養蠶蟲。用蠶沙去餵魚，再用魚糞塘泥做桑田嘅肥料。製造業嘅興盛改變咗呢度傳統嘅生產方式。今時今日，好少見到桑基魚塘嘅原貌，但係呢種自然循環嘅耕種方式喺順德得以保留。今日賣節瓜嘅收入，奇叔要用喺一項投資計劃度。塘埂嘅深度最適合散養家禽，有機肥料為節瓜提供充足嘅養分。散養嘅走地雞更加係一流嘅純天然食材。要捉咧就捉拳頭咁大嘅雞，啲雞係捉俾我新抱坐魚用嘅，捉咁大隻有咩用啊？新年嗰陣啊就太肥噶啦。新抱嘅預產期喺年底，養雞係為咗幫佢喺產後調理身體。奇叔精打細算，但係依然俾太太發現佢嘅疏忽。
對奇叔一家嚟講，節瓜只係家庭收入嘅一部分，更重要嘅係塘魚。臨水而居，造就咗順德人對魚嘅偏好同挑剔。佢哋食魚最講究新鮮，亦唔願意俾魚嘅骨破壞享受美食嘅心情。鯭魚同草魚等理科魚，除咗脊骨之外，仲有百幾條肌間骨。順德廚師好熟悉佢哋嘅位置同編排，用精準嘅刀法將啲骨逐一剔除，用鹽水清洗，去除魚腥味。用棉製毛巾吸乾表面嘅水分，令魚肉更易入味。鹽會令魚肉緊緻，花生油保持肉質鮮嫩。用絲瓜墊底，等蒸氣流通，食物受熱均勻。烹飪嘅靈感嚟自北歐嘅理療方式，火候非常重要，蒸氣迅速令食物表面增加溫度，1分30秒啱啱好。呢個時候啲蛋白質啱啱凝固，魚肉無比鮮嫩。蒸係中國古老嘅烹飪方法，可以最大限度咁保存食物原有嘅味道同養分。蒸汽火鍋係順德人對蒸嘅另一種演繹，將個爐直接搬到台上面，等大家第一時間享受食物最新鮮嘅一刻。除咗魚，雞都係主角。去雞骨，將雞肉切成薄片，方便快啲蒸熟，保證口感鮮嫩。桑葉含有豐富氨基酸，但係食落苦苦地，吸收雞汁之後變得又滑又嫩，令雞肉一啲都唔肥膩。只需要2分30秒，呢個時候最多肉汁，啲肉質特別彈牙。唔同食材味道嘅融合同循環喺當中完美呈現。幾乎所有食材都係嚟自雞塘。農曆5月係節瓜開花嘅時候，奇叔喺呢個時候最忙，因為佢要為每一朵花授粉。奇嬸都會忙埋一份。中國南北都有包種嘅習俗，同其他地方用竹葉、葦葉唔同。生活喺魚塘邊嘅順德人鍾意用棕葉，啲葉又大又堅韌，唔易爛，仲有一種特殊嘅香味。粽以前又叫做角薯，用嚟辟邪祈福。明朝嘅粽已經同今日嘅粽形態相差無幾。哇！我哋過去睇下咯。好啊，過去睇下啦。個仔帶住大肚嘅太太翻嚟過節，佢哋喺鎮度打工，只有翻鄉下先至食到最原汁原味嘅美食。
呢種真係好好食啊！斷咗啦！節瓜生得好快，花期結束之後5日就會生到500克左右。桑麻村一帶嘅泥土肥沃，出產嘅節瓜口感爽甜，啲墨綠色嘅皮好光滑，因此被稱為黑毛節瓜。順德人特別講究食材嘅新鮮，佢哋只會買啱啱摘、頂部有花嘅節瓜。採完之後，未有機會休息，其叔就已經要趕去街市。夏天餐台上總係見到節瓜嘅身影，佢哋幾乎可以同任何食材配搭。新鮮嘅花蟹，鮮甜肥美，再加薑片、淡菜、蝦仁一齊炒，表面香脆，唔怕食材嘅水分流失。再加入用豬骨熬嘅上湯，主角終於登場。質地鬆軟嘅節瓜同海鮮一齊燜20分鐘，徹底吸收花蟹嘅鮮味。加入切碎咗嘅去皮綠豆，令汁嘅香味更加濃郁。仲有一種極簡單嘅做法，就係白灼。節瓜皮留有清淡嘅青味，外層爽脆，裏面鬆軟清甜。喺順德，每年有2個月時間去享受新鮮嘅節瓜。基塘農業4季都有出產，最豐厚嘅收成係秋季捕魚嘅收穫。奇叔屋企有14畝魚塘，今日嘅收穫有2500公斤草魚。好似咁嘅豐收，每年有2次，呢個係對佢哋1年辛苦工作嘅回報。古舊嘅基塘喺度融入緊現代化嘅步伐，鄉村同城市相連。但係喺都市人嘅餐台上面，仍然可以揾到嚟自基塘嘅產物。唔同季節嘅產物，激發人豐富嘅想像力。用桑葉煮餸，再加入桑果調味，利用佢嘅果酸，令肉質更嫩。油炸桑葉同河蝦一齊炒，香脆可口。各種時令蔬菜切粒，用鮑汁提鮮，再用桑葉包住佢，帶出素菜嘅另一種風格。透過食物，住喺城市嘅人可以感受到季節嘅轉換。雖然過咗立秋，但係近北回歸線嘅順德依然好熱。水鄉人家出門就係河涌，佢哋自細就同水關係密切。巷仔裏面嘅舊屋雖然唔喺河邊，但係小朋友依然同水有緊密嘅聯繫。喺附近，長輩喺度忙緊秋季嘅第一場收穫。陳志明專登叫埋太太，佢哋嘅菜園只有10幾平方米，
辛苦工作令4季都有收成，足夠一家3代用足1年。60歲嘅陳志明一直喺順德生活，憑住用心同勤力，擁有一份收入唔錯嘅生意。雖然已經唔再靠耕田為生，但係順德人對土地嘅珍惜係與生俱來。倉庫旁邊嘅一塊荒地，俾陳志明開闢成全家人嘅菜園。呢個係民國時期起嘅舊屋，陳志明一家喺度生活咗30幾年。上世紀80年代買間屋嗰陣，已經殘破不堪。有100年歷史嘅木雕維護起嚟要特別小心。其他人翻新屋企所抌嘅瓦片，陳志明個仔都會收集。屋企嘅維修伴隨住仔女嘅成長。廚房永遠都係媽媽嘅地盤，佢從來唔需要任何人插手。要準備全家10幾人嘅晚餐，滿足3代人嘅唔同口味，唔少得嘅就係湯。今日新鮮收割嘅沙葛係湯嘅主要材料，呢種含豐富水分同糖嘅植物又叫做地梨。雞腳含豐富膠原蛋白，令啲湯更加香濃。湯係順德人最重要嘅日常飲食。順德人飲湯講究季節，湯嘅選料豐富多樣，應歸食材係首選。入秋嘅時候，粉葛成熟，鯪魚肥美。煎鯪魚去除腥味，粉葛帶嚟甘甜，而赤小豆就有淡淡嘅豆香。粉葛紅豆鯪魚湯清潤下火，喺秋天尤其受歡迎。河蚌係水鄉盛產嘅淡水貝殼類，先過一個油，再用大火煮滾佢，啲蛋白質同脂肪會溶喺水度，產生奶白色嘅湯汁。加入蜜棗、枸杞頭同眉豆。嶺南一帶嘅人相信湯藥同源，可以強身健體。除咗新鮮又滑，湯清如茶係另一個境界。用生粉同花生油開漿，搽勻魚頭裏面同外面，再洗乾淨，去除腥味，再搽啲本地米酒，進一步提鮮。用天麻、紅棗、陳皮做湯底。加清水燉到水滾，再放魚頭入去。用油紙密封，可以避免燉盅裡面嘅水分流失，亦可以防止蒸汽沖淡啲湯汁。
4個鐘之後，湯色清澈，但係味道就好濃。食飯啦！呢個係普通人家最平凡嘅一餐。好中意大家聚埋一齊嘅感覺。細個唔識嘢，成日羨慕喺出面食嘅嘢，大個之後先發現，其實屋企嘅味道先至係最適合自己。返屋企食飯係順德人嘅生活習慣。屋企有手藝超卓嘅媽媽同最貼心嘅味道。傳統嘅味道喺舊屋裏面一直流傳，而新嘅飲食方式喺度不斷湧入呢個城市。順德距離廣州只有30公里，好近香港同澳門。同不斷變化嘅中國一樣，好多唔同嘅飲食方式同文化喺度改變緊順德人嘅生活。陳碧君喺英國讀書期間，中意咗西式甜品。畢業之後返到家鄉，開咗自己嘅甜品店。一路搜羅食材，一路拜師學藝。陳碧君想用異國嘅味道征服挑剔嘅順德人。但係過程並唔容易。好彩一啲年輕人願意體驗現今嘅新式飲食文化。近30年嚟，製造業興盛。經濟快速發展，呢度成為中國數一數二嘅富庶區域，亦帶動市區嘅面積擴展將近40倍。但係高速嘅城市化並冇令順德人忘記鄉土資源。冼全輝係地盤工友，20年嚟，佢喺順德大大小小嘅地盤搭棚，同其他工友唔同嘅係，冼全輝心裏面有個世外桃源。今日係週末，冼全輝好似平日咁一早出發，但係唔係去地盤。呢度一片隱藏喺城市深處嘅樹林，距離城市中心唔夠5公里，只有水路可以通到過去。鷺鳥係呢度嘅主人，佢哋係衡量環境品質嘅指標，只有優良嘅空氣同水質，先可以令佢哋聚集繁殖。又有幾隻雛鳥出世，冼全輝特別小心，唔想打攪到佢哋。15年前，呢片10幾公頃嘅林地曾經無人問津，冼全輝租咗呢度去種竹。
用嚟整地盤用嘅棚架。竹林啱啱長成，就吸引成群鷺鳥喺呢度棲息。冼傳輝索性將佢營造成一個秘密花園，唔去地盤嘅時間，幾乎都喺呢度度過。喺66米高嘅竹上面，牛背鷺喺度餵緊嘢食俾雛鳥。冼傳輝都開始準備晚餐，隨手喺竹林邊嘅空地度種菜，有矮瓜、辣椒、紫蘇同枸杞葉，唔使專門打理就已經有收穫。清水打邊爐係順德人眼中火鍋嘅最高境界，只需要一煲清水、少少薑蔥、幾塊陳皮，簡單嘅做法最能夠凸顯食材嘅原味。將新鮮草魚背脊嘅肉切成少過1毫米嘅薄片，形狀要好似打開雙翼嘅蝴蝶咁。灼一灼啲魚片，只需要幾秒就會變得又爽滑又鮮甜。醬汁亦唔可以馬虎，嶺南人對醬汁嘅要求非常高，一定要用天然材料，利用充足嘅陽光促進微生物嘅繁殖。豆類嘅蛋白質會分解成氨基酸。經過6個月嘅養製，醬缸裡面嘅液體會變得純正濃郁，係打邊爐嘅最佳拍檔。煮唔同種類嘅魚嗰陣，連個湯底都要跟住變。冬天鯰魚肥美健壯，呢種魚脂肪含量比較高，而且腥味好重，唔適合用嚟煮清淡嘅餸。不過順德人有秘訣，將豆豉同魚湯熬成豉汁，番茄所含有嘅酸性物質會分解同去除鯰魚嘅土腥味，再加埋辣椒、薑蔥、胡椒等香料去調味。鯰魚嘅肥味，再加埋豉汁，係冬季專屬嘅味道。除咗魚，雞亦都係受歡迎嘅打邊爐食材。鄉村散養嘅走地雞，2年唔超過1.5公斤，肉質煙韌，口感一流，係順德人嘅首選。除咗對食材嘅要求好嚴謹之外，烹飪用嘅器皿亦唔可以求其。以2氧化矽原石磨出嚟嘅水晶鍋，非常強調材料嘅穩定性。喺火鍋度加入磨好嘅水晶，溫度更易控制。除咗令味道提升之外，晶瑩剔透嘅鍋亦都令人賞心悅目。
對大多數人嚟講，打邊爐最適合同親朋戚友圍埋一齊坐，而輝哥就揾到另外一番意境。啱啱摘返嚟嘅菜，新鮮嘅草魚，孕育咗生命嘅竹林。輝哥喺地盤工作咗成個星期，只有呢餐飯可以令佢享受田園生活，亦令佢返返去以往安逸嘅日子。好多人都話我怪，有雀仔又唔食，有屋企又唔返。我哋自細就見到好多雀仔。我哋細個嗰陣，夜晚喺屋頂上邊瞓覺會見到雀仔喺夜空好似流星咁。春天，東南季候風吹到嚟，又有幾隻雛鳥破殼而出。白鷺依照自然嘅規律繁衍生息，西江岸邊嘅呢片竹林好似城市嘅生理時鐘，提醒大家新嘅一年又開始。黃連村嘅人再次起出龍船，細心搽上桐油，等待下一個端午節嘅來臨。喺堂基上面，奇叔喺度為節瓜花授粉。一家人準備迎接新嘅收穫。喺富華街，黃玉仙好似鬧鐘咁準時開鋪，食客嘅等待今晚照舊唔會落空。美食四時流轉，每個人嘅腳步每時每刻都喺度前進緊。喺呢度，從手到心傳遞嘅味道，令大家距離鄉土永不遙遠。